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和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瑞克和莫蒂的官方漫画第一卷。这一集主要讲为给莫爸教训，老瑞带着小莫赚大钱的故事。大清早，莫爸语重心长地对小莫说道：“小伙子，是时候该自己去挣生活费了。”莫蒂义正言辞，表示自己非常忙，不仅要上学，还要陪老瑞冒险。莫爸很不爽，可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还不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？老瑞更不爽，哎呦喂，我的好女婿，结果你现在沦落到什么地步了？告诉你，工作都是给蠢材干的。说完，便拉着小莫进了实验室，走前还不忘嘲讽：“憨憨女婿，还是让我来教你儿子学会聪明人的赚钱方法。”夹在中间的小莫隐约听见了废柴老爸的哭泣声。老瑞发问：“小莫，你对股市了解多少？”小莫打肿脸充胖子，装模作样回答了一通。老瑞听后很无奈，认为这孙子在丢人现眼，随后掏出一个机器交给莫蒂：“关于股市，你只要有它就够了，一个能预知未来的神奇机器。有了它，俺们爷孙俩就能去星际证券交易所炒股，赚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”小莫担心这不合法，老瑞表示：“我对它的合法性再清楚不过，你只需要在表格上签字，其他的老爷来操心。”莫蒂却忧心忡忡，总感觉这天才老爷的话听着不靠谱。热得开飞船的老瑞很不开心，小莫慌忙解释，表明自己是站在老爷这边，他希望能赚大钱，或给莫爸一个教训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到达目的地。老瑞坦白，严格来讲，自己不允许进入这栋楼，这与小莫不喜欢违反规定的品质截然相反。老瑞打趣他说：“小女孩会喜欢他这一点。”小莫勃然大怒。突然，一个自称滴答教授的人叫住瑞克，小莫开心地与他握手，老瑞却很生气。原来对方是一名时间警探，他表示瑞克在未来会犯罪，不然瑞克为何会出现在此地？但由于时间穿梭是行不通的伪科学，所以迪达教授也不能逮捕老瑞。不过他表示会时刻注视着他。来到证券交易所，小莫需要在此做一个简单的量子 DNA 扫描，以确保自己注册在正确的时间线上。做完这之后，其余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在家里完成。小莫觉得这不妥，他表示老瑞曾说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，可资源警察又是怎么回事？老瑞回答：“不要想这么多，你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挑战你爸争夺主导地位，顶替他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只要大赚一笔，你爸可能就会发展成真实的摇篮里的猫。”正说着，就轮到小莫去做扫描了。爷孙俩兴高采烈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滴答教授。莫家瑞克莫蒂有限公司拔地而起，莫爸再也受不了其噪音。莫妈说：“当初不是你要他找工作的吗？”莫爸反驳：“那我也没叫他给咱房子来个1000万的扩建啊！再说他才14岁，要3个卧室干嘛？现在的年轻人就算精力再充沛，也不能从那方面过度啊！”愤怒的莫爸决定找小莫说清楚，谁知他刚要上楼就被一个机器猫唬住。胆小的莫爸以为是抢劫犯，二话不说就供出了孩子与钱财的位置。老瑞见后对莫爸的鄙视又升了几分，莫爸的精神濒临崩溃，主动向瑞克求饶，表示自己愿意承认错误，不应该让莫蒂工作，希望瑞克让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停下来。老瑞眯起鄙夷的小眼神说道：“让我考虑考虑。”瑞克前脚刚走，迪达教授就现身找到莫爸，他觉得能和莫爸达成某种合作。楼上的老瑞也告诉小莫，莫爸已经慌了神，是时候展开第2阶段了。趁现在的市场如此火爆，把所有股票全部脱手。相比于老瑞的兴高采烈，莫蒂却表现得异常冷淡。小莫说道：“在这些公司中，他只能看见自己的名字，为此他要承担所有风险。”而老瑞却躲在后面收账。咱们爷孙俩是时候为财分道扬镳了。尽管老瑞提醒他，没有了自己的设备，他会一无所有，但小莫还是执意要赶走老瑞。既然如此，在临走前，老瑞只好告诉他，这个机器是能预知未来，但时空穿梭是伪科学，因此这个机器会把原本的时间线与他们投资成功的时间线合为一体，意思就是其他时间线已化为虚无。因为每启动一次预知未来的设备，他就消灭了一整条时间线，而这罪过将要通通归到小莫头上。说完，老瑞扔下设备，准备扬长而去。别动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！屋外警笛大作，老瑞和小莫慌了神。老瑞怎么也没料到莫爸会和滴答教授联合起来，让时间警察通缉自己和小莫。如今，由于涉嫌破坏时间线与诈骗，警察已经从该房产的合法拥有者手里获得批准，对莫家进行全面搜查。小莫听后吓得一头大汗。紧急时刻，老瑞不得不说出自己不允许被回到这里的事实。他拉着孙子一路狂奔，命令猫仔机器人进入战斗模式拖延时间。
而此时小莫才明白自己刚刚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，爷孙俩和好如初，可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，警察已经追了上来，老瑞忍无可忍，开枪战斗。电台记者闻声赶来，在双方经过12个小时的激烈对峙后，这场噩梦终于结束。时空警察在房屋里缴获了120亿美元的资产，毕大探长拒绝向媒体发表评论，只说是时候逮捕这些家伙了。而问到老瑞是如何证明自己清白的时候，老瑞一口千年老农坛，破口骂道：“莫爸这个小憨批！”至于小莫，他被认定为整桩犯罪行动的幕后主谋。新闻仍在继续，病入膏肓的太空猫得到了最后的欢呼，股市却彻底崩盘。在不远的未来，莫迪的姐姐苏珊正与外星人激烈搏斗，然后英雄救美般的救下一名男子。男子对他脸上的伤疤感到好奇。关于这个，还要从现今的某一天说起。那天，苏珊坐在马桶上，一边烫头一边吃披萨，结果一不小心就误伤了自己。看完这一集，我们能看出表面上莫爸是希望孩子去赚钱，实则是嫉妒小莫整天都与老瑞待在一起。本就不聪明的他，害怕小莫会像老瑞一样越来越讨厌自己。可当儿子真的学会赚钱后，他又开始恐惧。这就是莫爸，一辈子只想活在舒适圈，既胆小怕事，技不如人，又想高高在上，成为所有人的英雄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就像小时候，父亲总没时间陪孩子，长大后，孩子也总没时间陪父亲。人都是相互的，更何况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我们深知基于缺失和恐惧的爱不是爱的真相，不过以爱的名义来满足匮乏的自欺欺人，这种饱含缺失的期待，迟早会把自己引向深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